再次请求把我们国家的国旗能够挂上。应该真的会拆掉。后来长隆桂冠酒店上海馆，他跳出来发声说，本酒店呢不希望此事影响两岸人民情感。虽然长隆酒店是台湾的企业没错，但事实上长隆酒店是个国际企业嘛，所以实质上跟两岸没有这么直接关系，那是你个别的子集团行为。那怎么会跟两岸有关系呢？你挂了世界各个国家来参赛的旗帜，结果你没挂中国，但是更显得你的心态可疑嘛。结果他把问题推到住客身上，好，所以长隆自己把它引到两岸这件事情上。长隆桂冠酒店这件事情就一个词 ，just beginning， 刚刚开始而已。接下来两岸只会更加的冲突，这件事情就联动到金门海巡帆船事件。所以今天两个案子结合，只会让两岸的恶意螺旋越升越高。当然，我们看到纸老虎国台办又讲了一个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样，对不对？人还不是你们放走的，所以你们就是纸老虎的废物啊！从金门帆船案以来，加上民进党长期执政以来所堆砌的两岸的恶意螺旋的一次完美爆炸的现场。但是我必须说，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民进党政府干的，他会继续的往民进党政府去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是这个旅馆的所有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决定我们要怎么样挂？再次请求把我们国家的国旗能够挂上。你们应该真的会拆掉。起因是因为有大陆的网红叫张教官，他到了巴黎去，然后入住巴黎长隆桂冠酒店，他发现没有5星旗挂上。Chinese hotel? It's Taiwanese. Taiwan? 就这句话就先引爆了一个第一点就希望沟通可不可以把5星旗挂上去湾不是中国吗？ But this is my motherland, you know. 所以后来呢，张教官不做了。在中国大陆烧起来之后呢，整个中国当然就发生抵制嘛，包括了高德地图有一些旅游网站搜寻要么就是卡顿，要么就直接被下架，就不提供服务等等的。这个事情呢，后来导致这长隆桂冠酒店呢上海馆结果他跳出来发声明说，针对此次呢部分住客于长隆巴黎桂冠酒店在奥运期间呢相关布置表达关切。长隆桂冠酒店表示，本酒店一贯秉持顾客至上服务精神，致力提供每位宾客尽善尽美住宿体验。为该酒店对于此次处理事件呢有欠周全，造成部分住客呢观感欠佳与关切，深感抱歉，会持续加强相关人员之教育训练，以避免日后类似情形再度发生。那本酒店呢不希望此事影响在两岸人民情感本来就延上了，延上的更厉害。首先，当然对于大陆的网友来讲你不挂5星旗，你是不尊重他们的。虽然长隆酒店是台湾的企业没错，但事实上长隆酒店是个国际企业嘛，所以实质上跟两岸没有这么直接关系，那是你个别的集团行为，甚至是集团旗下的子集团，就长隆桂冠酒店集团的行为，那怎么会跟两岸有关系呢？那另外你道歉是因为住客观感不佳，还是因为你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你挂了世界各个国家来参赛的旗帜，结果你没挂中国，但是更显得你的心态可疑嘛。结果他把问题推到住客身上，长隆自己把它引到两岸这件事情上，不对啊，这个是一个中国大陆的朋友在台湾的海外的巴黎的酒店，而且是一个国际级的台湾的国际企业，它的集团下辖在欧洲法国巴黎的一个酒店的分店而已。然后这事情怎么会跟两岸人民情感有什么关系呢？道歉是道歉了，但问题是你的更正在哪里呢？你道歉，但你总得更正吧？我们会把旗帜挂回去，没有。不过呢，台湾还是有一些人做了一些反应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在北京而长大的石板民夫先生，石板先生呢，他就出来发表他的高见这一邪恶事件的策划者就是中国当局中国人拍摄的影片就是打压台湾认知作战的一环他就贴了一个证明什么呢？他说这个张教官他有拍摄说明公示拍摄说明2024年8月11到15号那所拍摄关于巴黎酒店的内容情况属实，符合对外发布相关规定，维护国家统一和平，经审核核可对外发布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因为呢，中国竟然还发布了严惩台独分子22条一连串新政策，接着呢，机会又展开对台湾的攻势。另外呢，在奥运赛场上抢夺台湾观众海报的小粉红，还有呢，督促工作人员没收各种为台湾加油的中国观众。
都是可能被安排的。哇，那现在对岸官方的态度当然是尽量压制，就不让他上热搜。可是呢，台湾的网友啊，危机处理太棒了，态度100，支持长荣，这女士太正了，被狗咬还临危不乱啊。长荣规划可以拆除全部国企，也不让5星旗挂上去一下，这答案真令人愉悦。重点就是要回绝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现的实在是太好了。经过了这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呢，这件事情呢不仅没结束啊，更是个开始啊。现在呢会继续的烧下去。那至于说这个张教官到底是不是接受中国指示这件事情呢？据我的理解哦，他应该是对于他的拍摄内容呢，必须在平台上架要有一个审查的过程哦。这个是属于呢中国既有国情吧，好，只能这么讲。长荣到底是不是一个台独的集团啊？目前整体看起来，就算有也藏得很好。但是呢，长荣桂冠酒店这个系统有没有台独的倾向，或者是倾向包容台独？那从长荣的巴黎酒店来说，不能说有台独，但绝对对中国不太友好。那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就联动到另外一个问题啊，金门帆船案的后续啊，已经呢侦结啊。金门地检署呢将这件事情侦结啊。金门地检署表示啊，关于113年2月14号发生的2名陆籍男子利弊事件本署接获海巡署报验之前呢，我们主动放在调查啊。那所得证据啊，被告2名犯罪嫌疑人也就是海巡署的黄姓庭长跟蔡姓驾驶没有达到起诉门槛，所以我们依法做不起诉处分。两岸呢船只均有小型碰损，可能是翻覆原因是中级船长开船出海经验不足，也没有执照。中级船只翻覆前呈大角度右转，碰撞前6秒又突然降速。检方认为呢，要求海巡署6秒内反应，时间过短，难以归责。船只没有船名，显有违法，海巡署依法登检，发生追逐碰撞法所容许的风险，加上剩外2名船员供称翻覆是出于碰撞的情况，对2名海巡艇员做出不起诉处分。另外，海委会也发声明说对海巡署人员依法行政，坚守岗位，维护国人权益，请各界给予支持与鼓励。所以我早就说了嘛，金门海巡帆船事件，如果国台办你就吞了，我只能直接直白说什么纸老虎嘛。还说你不是期待两岸和平吗？你怎么会这样讲？如果两岸和平是用这一种不坦诚，然后用这一种偷鸡摸狗的方式，两岸一定不会和平。因为今天就算老共想放下，那大陆老百姓也不会放下。所以今天2个案子结合，只会让两岸的恶意螺旋越升越高。当然，我们看到纸老虎国台办又讲了一个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样？对不对？人还不是你们放走的，所以你们就是纸老虎的废物啊！所以讲了半天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两岸从金门帆船案以来，加上民进党长期执政以来所堆砌的两岸的恶意螺旋的一次完美爆炸的现场。然后又加上金门帆船案本来看似要往好的走，结果后面金门地检署又出来放了把火，所以所有的事情合在一起就爆了。所以我才讲长荣桂冠酒店这件事情就一个词 just beginning， 刚刚开始而已。接下来两岸只会更加的冲突。我当然乐见两岸要和平，但两岸的和平必须建构在彼此有善意，彼此有真诚，彼此有热情。如果没有善意、真诚、热情，那抱歉，这种和平都是假象，因为今天和平都关在自己家里讲，然后一出去两边在那边装笑，回家在那边放狗咬人，迟早那2条狗心里中的恶魔一定会窜出来，两岸不仅不会和平，会更加的恶劣。但是我必须说，因为有头再有主，这件事情民进党政府干的，他会继续的往民进党政府去烧，越烧越大把。长荣桂冠酒店的事情就是又是一个新的破口。来听掉，长荣问题有很多的角度，横平对等来说，大陆企业也不会挂 ROC 过去，各挂各的本来是正常。企业来说，长荣自己作死的降了5星旗，如果他当初改挂两岸奥运旗，大概也没事。以 ROC 的立场，在国际存在感和大陆对碰，除了当下的爽感，对未来两岸关系及台湾国际空前的没有好处，越斗则越激起大陆的反制台湾的空间越限缩越小。一次联合国的发言对于台湾的地位就讲得越来越死，联合国秘书处就是根据2758号决议文来解释，越解释就越限缩越死。联合国官方虽然不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是他对领土或者对主权这件事情，他们是有一个既定的态度的。